原文：不尚贤，使民不争，不贵难得之货；使民不为道，不见可欲；使民不乱，是以圣人之治也。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，恒使民无知无欲也。使夫之不敢弗威而已，则无不治矣。白话：尊让人争，贵让人道，欲让人乱，所以圣人治民，空其欲，富其生，安其心，抑其能，使民永不受诱惑。约治智能于未乱，就能够得到太平。尊之过，便使人争；贵之甚，则诱人道；欲太盛，终令天下纷乱。因此，古之圣王治世，不以名利牵人之心，而是让百姓少欲而安，使人人生活富足，心境宁静，能力得以发挥。当人的心不再被外物所惑，当聪明才智能止于未乱之时，天下自然归于太平。不尚贤这一思想，与王公自称孤寡的做法恰好相反。王公称孤道寡，是为了尊贤、举贤、强国富民；而不尚贤的主张，却宁可不举贤才，也要让百姓不争不夺。由此可见，其治理重点不在聪明才智，而在朴实民风。他甚至要将人间的智巧与奇迹扼杀于萌芽之中。由此推想，这篇思想应出于夏朝后期，那是经历天下久安的时代。夏朝约已建立600年，夏朝延续约800年，始于大洪水，也终于大洪水，而此时正是转捩点。大禹能在13年间平定滔天洪灾，安定天下，但到了夏末，洪涝却不息不止。考古证据显示，4000年前的洪灾可能延续100年之久。那么，夏朝为何由能而变为不能？昔日靠治水安天下的夏邦，怎会无力面对区区洪患？位居下游的东夷百姓饱受水患，如尔里头、良渚后期，自然怨气难平，诸侯因此背叛，群起而离心。夏朝终于从天下共主沦为夏后一族，唯有少数诸侯，如八国，因念及大禹之恩而不忍背离。诚然，使百姓无知无欲，却能达到长治久安。但天灾横起，单凭淳朴的民风，岂能抵御？要抗洪防灾，需要贤能之士，不尚贤，又从何得才？后世君王以愚民之政巩固皇权，结果亦然。即便朝政腐败，仍能苟延残喘。然而一旦外患临头，愚民与腐儒又怎能守国？因此，此篇之理可信，却不可尽信，取其长，去其短，方能发挥其道之极致。它的不足在于拘泥于无为的名相，而丧失道法自然的真觉之心；但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揭示了无为确实能治太平，即使在万物运行、有为不息的宇宙之中，唯无为仍是一条通往长治久安的道。虽然夏朝的不尚贤，在政治效果上与明清时期的愚民政策颇为相似，他们都能让民生长久安定，却在幸福的本质上
有着天壤之别。夏朝人民以淳朴而得太平，明清百姓则愚昧而受奴役。然而，两者同样有着致命的缺陷，都缺乏真正有用的人才。当不尚贤面对天灾，或愚民之政面对外患，皆显得无力与脆弱。因此，约4000年前洪水泛滥，灾祸连年，诸侯离心离德，大禹子孙才重振夏邦继之而起，并将传贤禅让制改为传子世袭制。究其根源，正在于不尚贤。夏朝历经长久的太平盛世之后，人们逐渐变得多欲而复杂。正因如此，才会出现不尚贤这篇论述。圣人之治也，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，是引用古人治道的格言。然而本篇作者却应该未能明白其中真意，否则也不至于陷入不尚贤的偏执，最终导致夏末人才凋敝，治理失衡，与弱其志，强其骨的疏导本意背道而驰。弱其志，并非压抑志向，而是强化共生协作的意识，以节制过度的私智。强其骨，则是将人们的聪明才智引导至正确方向，培养理想与实践的能力，使人们能自立以道，展才以德，这才是真正的道法自然。若仅以恒使民无知无欲为志，虽能使民风淳朴，却失于自然，终非久安之道。这篇黄老思想固然有可取之处，值得借鉴，但同时也需要深刻反思。他过于执着于无为的名相，而忽略了道法自然的真实觉悟。执着于有为是执着，执着于无为亦是执着。正如《金刚经》所言：知我说法，如法语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无为之道，并非一条盲目走到底的路，而是一种时时醒悟、与时俱进的智慧。道是意识规律。古人说：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这其中，地指的是地球与生态的演化规律，天代表本宇宙天人形成的趋势规律，道是宇宙生成与运行的意识规律，而自然则是这股意识自然而然的演进变化之法。所谓无为，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当我们觉悟到演进的偏差时，所做出的反向修正。无为并非消极的顺其自然不干预，而是一种能够用弱，懂得守柔的智慧。柔弱不是软弱，而是懂得不伤害众生，能守护生态的力量。在这样的前提下，我们可以大力清除污染，也能积极富裕生态，返回健康的自然状态。若一座农场能像自然生成的花果山一般，那便是农业的无为；若一个工业系统能做到无污染、无破坏，其产品能溶于循环，不成垃圾，那便是工业的无为。可见，无为其实比有为更难，因为它需要更深的觉察与更长远的心思。生物多样性使生态得以健康，而要使有为农业达到无为化的目标，就必须洞察物种之间的共生规律，寻得天地万物之和。
至于工业的根本问题，不只在于污染与垃圾，而在于整个经济与消费的模式。若不改变对消费的执着，那么垃圾与污染永远无法根除。回到本文的核心，让人民欲望减少，让心灵得安，生活得足，这确实是一条通往真正幸福的道路。所谓有为的无为化，是对过度有为的一种反向修正，如同我们谈论农业与工业的无为化，让人事活动重新与自然和谐共生，使民生与生态得以并存。然而，现代的消费经济模式却像是一种病态的毒瘾，它让人民、社会、国家被紧紧捆绑，教育沦为资本的附庸，国家财政、民生稳定、社会风气全都被这股欲望的洪流裹挟前行，最终愈陷愈深，不可自拔，只好乖乖地走上一条极少数人享有短暂快乐，而极多数人承受漫长痛苦的地狱之路。须知，宇宙万事万物的存在，皆因有为。无为不是否定有为，而是对有为太甚的调整与节制，让万物能和谐共生，永续发展。为什么经济发达的韩国被人称作地狱朝鲜，而经济并不发达的不丹却曾被誉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？现代各国的治理水平大抵只有40分，就像一位手持藤条的教师，严格规定学生少1分就要挨几下，然后他让学生自习，自己却忙着订购午餐，与其他老师寒暄，计算收取学杂费，修理教室门窗桌椅，或者刷墙补漆这类杂事。没事就来回踱步盯着学生自习，管理教室纪律，看似忙碌，却早已忘了教育的本质。这样的老师算合格吗？即便他一整天忙得团团转，真正的教师在于启发学生的智慧，而不是照看婴儿、喂养牲畜。同理，真正的政治在于使人民心灵充实，生活有尊严，而非仅仅维持生计。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，若只将生计当作民生，那就偏离了幸福的本意。民生的幸福从不是物资富裕所能满足的，而政治家真正该追寻的治理目标，是如何使人民都真正过得幸福。正如一位好老师，目标是让学生们都能快乐地学会知识，